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妍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呢持续我们另外一个阶段的习川会的特别独家报道，今天会就习川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大解析，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请大家记得先帮我们按赞，并且呢按下热推2个字，也可以在留言区帮我们写下热推。那么希望跟我互动的，欢迎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我也会特别跟你做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就在此刻，我们看到习近平说的一句话，他说美国正在衰落，结果没有想到呢，一向非常自大的川普突然间认同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到底怎么一回事？现在外媒的说法，中美权力的天平已经翻转了，变成平起平坐。再来就是美国政商巨擘这一次进到了北京去，被形容他们是大开眼界哦，到底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赶快来做一下解读。这一次川普到北京，整体的态度我们发现有明显的翻转。他先是在语言上、口语上罕见的承认了美国衰退，而且他说认为这是100%正确的，美国确实正在衰退，但他也特别指的是拜登时期。那么川普的态度也不像过去那么强硬了，这一次可以看出在表情上面显得非常的友善，而且是温和的，甚至可以说是收敛。到底是刻意调整了对中路线，还是现实逼得他不得不改变做法了呢？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的是，就军事面，卢比欧罕见的承认了大陆的海军的舰艇数量已经在规模上超过美国了。接下来要来观察到的是，是否在军力上面会在此刻开始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尤其在海上的优势会正在改写吗？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也会重新被划定吗？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川普在这一场习川会上面特别称赞中国真美，马斯克全程在拍摄人民大会堂，再来到马斯克的儿子也穿上了中国的服装，证明的是大陆的这种文化文明的自信，让中美竞争开始进入另外一种层次的阶段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要来看到的是，川普这一趟北京行被大家形容有一幕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到震惊，就是因为呢，习近平他称美国是衰落的国家，没有想到川普一向骄傲的川普是承认他说的是100%正确的，但是他也补上了一句话，这是拜登时期造成的伤害。现在的美国已经重返荣耀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川普他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正式的承认了是说美国衰退，也被大家感受到呢，川普在态度上面已经有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了，并且我们刚刚也说了，川普的态度大改变。过去呢，他对中国都是非常强硬的，各种的制裁，不管是关税、科技的制裁、晶片的制裁，甚至指控中国大陆偷走美国的工作、威胁国安等等的话。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场习川会上，他的态度显得非常的温和。甚至现在说呢，提到台湾的问题的时候，都是必答所有台湾的问题的，所以我们到现在还不太知道台湾问题是否有谈，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再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主导权似乎也放在中方的手里了，因为呢，这个习近平就台湾的问题，他有特别提到美方务必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再来军力上面，我们来持续到关心的是，国务卿卢比欧也罕见地承认大陆的军力成长速度空前绝后，数量已经超过美国的海军了。那么是像美国一样具备全球力量的投射能力的，代表大陆不只是经济大国，接下来也会朝一个军事全球的一个强权的方向来做发展。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从川普跟卢比欧说的这些话来看，是不是中美的军事实力正在做一个明显的差距，结构上面的改变？中国已经是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强权，如外媒所报道的这样吗？那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可以在印太地区来看的话，中国大陆跟美国可以平起平坐。那如果来看整个我们先放眼整个全球来看呢、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军事上的影响力啊，
还是独大，因为美国的国防预算呢，每一年9000亿美元，中国大陆2500亿美元，就知道了这个金钱的说一分钱一分货。对，那这地方美国的钱多，在军费开销大，美国有11艘航母战斗群，中国大陆3艘，包含辽宁、山东，包含福建舰啊，这个很清楚。然后另外一个，美国它是全球部署，它是分散，它分散在全球各地，它在全球有800多个驻军单位，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它的分散也让它变成贝多利分。那中国大陆的哪些优势呢？中国大陆相对优势多，第一个地缘战略，因为它在印太。中国大陆属于集中型，中国大陆在海外就是非洲的吉布地，也包括柬埔寨的云朗的海军基地，它有驻军，有少部分的顾问跟技术人员在那个地方，还有东非的索马利亚的我们叫这个护航编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因为他们有海盗，他每一年他都会去派这些相关的这些海军的军舰去做护航的这个反海盗的维持。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那中国大陆它这个变成它集中的优势，集中优势产生力量，然后还有中国大陆有数量优势，美国的军队是140万，加上一些文职人员，在中国大陆超过200万。那在这一方面，数量的优势、集中的优势，变中国大陆在这个军队在这个地区所形成的影响力，就相较于美国来的大。那我们先来看，还有一个，这个马斯克有说过，中国大陆 AI、中国大陆 UAV。某些部分领域已经超过美国。那个 NVIDIA 黄仁勋有讲过哦，他只是差的只是一个秒差，就是很近了。换句话说，在这个 AI 在 UAV 这个尖端技术上面呢，旗鼓相当。不然，伊隆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他不会讲这个话，因为他们都到现场去看，他不是在美国看，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然后中国大陆可能也介绍了一些这些现地，让他去参观，让他去了解，所以他们讲这个话。是有所本有所依据。那现在卢比欧有讲这个中国大陆的海军的实力超越中国的，是数量对，因为中国大陆在军工生产速度特别快，不是光只是海军，我们在空军的话，歼20、中空军歼35，甚至我们讲刚刚要出来的歼36跟歼50，哇，怎么那么快？那美国还慢，还欠，还拖，可能他就会讲说啊，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关系，甚至有时候讲说跟伊朗战争的关系，他耗用过巨。但是你想想看，你在这一方面的生产的速度就是比较慢，维修的速度时程就是拉得比较长，所以看到国防工业潜力，中国大陆这方面也赶上了，所以地缘优势、数量优势，还有国防工业的潜力，中国大陆在方面因为集中，所以发挥的军事力量的影响力就比较大。好，所以从这一场这个习川会也可以看出，不管是美方的态度，或者是外媒的态度，都逐渐意识到中国大陆从这个经济的强权大国，现在也往军事强权大国的方向来做发展。那同时间，我们也来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 Politico 所做的报道。他们觉得说，为什么呢？在这个习川会之后，这一些过去对于中国大陆比较鹰派的人，在这个习川会之后，为什么突然间变安静了呢？话变得比较少了。另外就是五角大厦的前官员也直接点破，他们认为川普在这个时候反而是对中最鸽派的那一位，那他不再寻求跟大陆做这种长期的对抗，现在比较强调的是在关系上面的稳定，也避免双方的关系失控等等。那分析也有说，当然了，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缺乏很有利的条件可以跟大陆去谈，甚至去这个彻底的压制大陆。那同一时间呢，中国大陆则是也是在这个时候，北京提出了4个稳定中美关系的方案。特别强调的是合作、竞争、和平等等的观念。那上次哥又怎么就这些议题做观察？我想这次北京的川习会到我们今天为止，有个东西比较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说从川普的角度来讲，他要达到对于其中选举，所以农产品采购、波音的种种这些，在出发之前都被认为到一定会有具体的目标。可是到今天，其实川普要走了，其实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些都没有具体谈成些什么。至少双方到目前为止，包括对外发布的公告里头，我说双方各自发布的他们的这个记事摘要里头，其实都没有提有关于美国想要的具体结果。所以使得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看起来就除了这个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吃一吃、谈一谈之外的话，整体这一次感觉起来并没有那么很多的具体，在至少川普跟习近平2个人谈话过程当中律定下来。
包括在此之前13号的部分的侯立峰跟贝森特的在首尔的部分的会谈，也没有真正的谈定一些我们过去认为是双方会准备的一些具体的成绩，让大家对外可以摊出来有一些你知道就是好看的东西。而这次其实，但是大家发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中国大陆提出这个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哈，从我们台湾来看，就觉得你这个都是一些政治说辞，都我们在立些公赏。可是事实上来讲，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哈。我想单这24小时之后，国际间解读都认为它的重要性超过想象。各位一定要了解哈，我们不能就现在这个政治词汇代表什么意思，必须要你追去看。过去江泽民跟克林顿时代，其实中美关系真的是蜜月期最顶的时候，他们当时定义的中美关系叫做战略伙伴关系。到温家宝的时候叫做合作伙伴关系，你当时看到的时候是叫伙伴哦。但是你现在在习近平这边你所看到的没有伙伴，它叫做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就是说，在川普在任的未来3年期间，中国希望跟美国建立的追求的极致叫做稳定。能稳定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我们从刚刚提到这4个稳定的内涵里头，你可以看，这些都不是政治词汇哦。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然后和平可期。好，我们来看哦，讲两国的关系，通常都要讲一些灯光美、气氛佳。可是这个4个内涵里头，你看到两段哦，一1/2，一个叫竞争。就这里头，中国大陆承认甚至认定，在未来几年，中美就是竞争啊。但是竞争要有度，而且认为一定会有分歧，但分歧要可控。至于合作跟和平，这当然都是一个框架性的一个基本的说法。所以这里头也就表示说，在中国大陆认定的中美关系里头，超过1半以上是又竞争又有分歧。所以于是最后要追求的就是这个稳定。好，我们来讲，并不是就这些政治词汇里头在做这些逻辑分析。其实在这次谈当中最凸显的，至少我们看到跟我们这集有关的，当然就对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这次提到的东西，你可以发现哦，虽然强调的依然是跟过去长久以来，特别是这几年画的一些红线底线，但是这次习近平提出了那个假设性的东西，在语境跟语义上，就是中美一旦没有把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摩擦。甚至竞争，甚至在美国媒体里头，甚至也有延伸，就是说，中国是不惜在台湾问题处理不好，是不惜跟中美有战争的，有些延伸性的解读。所以这里头就表示说，中美要在稳定的可控性，台湾问题如果作为中美关系的核心的这件事情，接下来影响性多大？好，我举个例子，现在因为台湾问题，北京方面习近平表达了一个更严厉的或更深沉重的态度，美国方面其实没有接招，没有表达。好，这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到为止这2天看来，我们都觉得农产品、波音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原因呢？也就是说，如果台湾问题、台湾的军购问题没有具体美国表达一个态度，中美关系的这些很具体的，包括经贸跟农产品的采购，是不是要等一等啊？要等你的台湾问题揭晓了，至少有个态度说法之后，我们再来细谈后面。当然，有关于中美关税跟等等的贸易谈判，事实上要在今年的10月才会一个延续1年的。那么现在呢，川普邀请，包括习近平9月下旬去美国，刚好10月就是中美关税，所以很可能现在中美关税的当中的真正的大菜谈定的东西，其实有可能会压到今年10月，也没有多久之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主要是中美一个新的框架性的定义，特别由北京当中非常坦实，我们还是要和平稳定，但以台湾问题为核心的竞争也好，分歧也好，大家要维持稳定的共同的努力。好，中国大陆释出善意，有提出4个稳定，不过也特别强调了这个要稳定的前提，还包括了有关于台湾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特别看到说，在这一场的习川会当中，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插曲，也代表说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文化的一种认同度。大家在看，就是因为在这一次习川会上面，川普不断的赞美说中国真美。那卢比欧呢，大家也有看到这个画面我们 CG 上面也有做，就是他进到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一直看天花板，然后呢，还一直跟这个赫格塞斯指了一下天花板的细节，甚至竖起大拇指比个赞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了马斯克，他就是被网友形容像是自己去旅游拿着手机呢，就在这个广场人民大会堂广场拿着手机360度不断拍摄。最有趣的是，马斯克的6岁
的儿子，这一位是 X， 在画面上我们看到，他直接穿起中式的桑蚕丝的马甲，手提飞鱼虎头包，引发热议。马斯克也趁机在这个时候说：“我儿子呢正在学习普通话，用中文亲自回复网友。”那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看到卢比欧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看到那个天花板，让他惊艳哦。这个马斯克来讲的话，在这个外面来讲的话，他就这个拿着手机四周拍了一圈。其实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文化的软实力。我们知道，不管是经贸或者是一个国家经贸，或者是军事，你可以说它是硬实力。可是文化却是软实力。我这边要特别指出哈，马斯克他的小孩，他很得意跟媒体说，他儿子正在学普通话，也就是中国话里面的普通话。因为中国话可能有很多方言嘛，普通话是统一一个话同一种语言方式叫普通话。其实在此之前，这个川普自己本人在习近平2017年到白宫去访问的时候，川普自己叫他孙女儿唱这个茉莉花给习近平听，这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软实力。为什么这些政商巨头都要学中国话呢？我觉得有一个道理，就是他为了要做生意，为了要做中国的生意。其实我认识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儿子非常的优秀，是耶鲁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可是他最后毕业之前，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去当交换学生，他就去学中文。后来我跟他儿子见面的时候，他很得意，他教他儿子背很多首的唐诗给我听这个那我就很好奇，我说你们美国这个已经自己有自己的语言了事实上我们很多的这种国际的通用语言都是用英文，为什么你还要去学这个中国大陆学普通话，学这个唐诗，学中国的文化？事实上你要学在美国学就可以，为什么要特别？他说你不知道，跟中国人打交易这个你一定要讲到他心坎里面。然后他就很得意，我跟各位讲他把他儿子的笔记拿来给我看，他学中文的笔记，上面我又看到光一个方便2个字，他那个儿子上面注记了方便在各种地方的运用，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你方不方便？你方便的话，给我方便一下。我吃饭吃一半这个，对不起，我先去方便一下。所以同样的方便，在中国用语里面有很多的含义。但他儿子把这个方便这2个字做了详详细细做了笔记。他说以后我如果说要跟中国人打交道，要跟中国人做生意的话，那我必须要懂得中文的这些技巧，他们才会把我当自家人看那如果说不懂中文，你知道，如果说外国人只懂得中文字面上的含义，而不懂得背后的含义来讲的话，会吃多大的亏呢？我这边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卢比奥他就吃亏了。大家记不记得他刚当到国务卿的时候，这个王毅当面跟他讲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你好自为之。他刚开始他不懂得这个好自为之在中文里面的是有一点像是长辈在教训晚辈的那种含义，他也洋洋得意他也认为说是王毅同样都是外交家，在鼓励他，说是在这个未来的工作要好好努力，好自为之。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懂得中文含义的人，这后面的代表含义是有一点类似长辈在教训晚辈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当这些政商大佬，美国的政商大佬都在努力的学普通话，代表中国的软实力的强大也代表他们以后要跟中国打交道的话，必须在这方面懂得中国文化的这种精奥深妙之处。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习川会这一场会被大家说这个利益交换成型，有哪一些呢？今天我们就细节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析，包括了在美国晶片上面的解禁，还有呢中国大陆持续卡稀土，会不会有做一些松绑呢？再来我们会讨论到的是有关于中美军力的消长是否正从此刻开始已经开始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交叉出来的呢？那这一场习川会，观众朋友可以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现在
在是中国大陆比较战胜一筹的话，你可以在留言写1；如果认为美国比较胜一筹的话，欢迎在留言板写2，跟我们一起做更多的讨论跟互动。好，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也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一下解答。因为呢，现在是说 H200会开放给中国大陆的10家企业，那会不会呢？除了 H200，接下来会不会是更进阶的，包括了 Blackwell， 甚至是艾斯摩尔的设备？它的光刻机也会被纳入在交换的条件当中呢，因为美国最希望拿到手的就是来自于大陆的稀土的。好，再来就是有关于美国的军力问题了。因为呢，美国虽然很想要拿到稀土，但是我们看到它现在目前所要做的事情是一边要援助俄乌战争，一边又有中东战事，不断的消耗它的弹药、它的武器库存。所以接下来它的军事优势还是可以持续维持住吗？还是会被稀土给反掐住呢？第3件事情，我们也会来看这一场习川会之后，大家在解读是不是中美军力的消长已经可以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甚至有出现东升西降的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呢？还是美国其实还是可以靠着科技跟盟友体系来持续维持自己在全球的军事霸权、军事主导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习川会谈到现在，其实呢很多的细节是没有公布的，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报道也帮观众朋友整理出了目前双方有达成的一些条件，有共识的一些条件。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承诺给美国采购的一些清单。那中国的承诺很多都是从美方自己这边亲自的说法，所以我们也来看到他们怎么说。首先，贝森特说大陆已经承诺购买200架波音的飞机了。那么在大豆上面呢，现在说中国大陆会扩大采购美国的大豆，至于数量现在还是未知的，所以这边先打一个圈。再来看的是农产品，这个也是打圈的，来自于川普的说法，大陆会采购美国数百亿的美元的农产品。至于牛肉，现在也是打一个圈的，本来一度是说要暂停出口，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了美国牛肉是可以出口的，已经拿到了许可证。台湾议题到现在呢，其实白宫纪要没有提，而且也都没有被讨论到，但是美国官员的说法是未来几天之后，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就会被拿上这个台面来做谈判。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放行了什么东西呢？现在来看到特别聚焦就是在晶片了。10家的中企可以买 H200，最多可以购入75000颗，这指的是一家企业可以拿到7万多颗。那现在被开放的企业被指出，包括了腾讯跟富士康都可以做购买。但是问题来了，大陆有需要去买，或者是大陆真的会愿意去买吗？大陆的政府会放行去买吗？这些都是问题。巴龙周刊说，川普放行所剩的版图甚大。那我们也来看到说，专家也做了预测，除了可能在 H200现在做开放之外，会不会美国为了要稀土，还会开放艾斯摩尔的设备，甚至是 Blackwell 来一起做交换呢？那有关于稀土的问题，美国贸易的代表格里尔则是说，大陆的稀土的出口改善，但是呢有所改善，部分仍然是拖拖拉拉的，到现在很多的部分都还是被卡关的。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上志哥，以这一场习川会来看，目前到底中美谁比较略胜一筹？再来有关于晶片的部分，先是 H200放行，接下来有没有可能 Blackwell 甚至是艾斯摩尔设备都被纳入在交易当中？那大陆会想要买吗 ？H200，上志哥就这些问题怎么看？好，在这次谈完川习会之后呢，其实我们先看卢比欧啊。卢比欧一开始说，有关于这个科技晶片完全不谈，也不是这次的重点，所以一开始都觉得这跟晶片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之后呢，又立刻传出说，美国方面有可能会放行 H200。当然，现在这都是传说哈。要知道，美国对于其实 H200哈，早前商务部就已经同意是可以卖的。可是呢，最后其实，在辉达在丢这个申请的时候，卡了好久，真的卡了大半年以上。而在卡了半天之后呢，又说美国政府要征收15%的部分的这个获利。然后呢，于是到最后真正拖延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大陆最后就不买了。一开始觉得应该有些零星会买，包括这次也说，哇，中国大陆有10家，腾讯啊、富士康都很想买，所以就卖给你。可是事实上最后来讲，中国大陆一片都不买啊。所以这里头其实看到
其实这还始终是中美博弈当中，我们讲本质就是有关于科技，包括晶片这件事情，尤其这是涉及到 AI 晶片。那这个部分其实到底谁放谁收呢？美国即使现在看起来，如果要放的话，这可对于美国内部鹰派来说，这难以想象、不可接受的哦，一定会有美国内部会有很多的阻力，之后会不会又因为阻力又改变呢？所以其实美国现在说要卖，到真正卖成了，以我们过去看 H200在前半年的部分，其实也都是卡关的。所以同时拉回到中国大陆，你说中国大陆难道就真的饥渴吗？历经了这超过半年以上的有这 H200这个晶片的这个争议。那么从黄仁勋来说 ，NVIDIA 当然我为你特别做了，我当然很希望能够卖给你。你说的后门问题啊等等之类的，我都已经完全克服解决了。但问题是中国大陆现在只是为了要晶片有算力吗？我们都其实最近知道，其实中国大陆在做的一件事情。我想最新的消息是，中芯国际新开了2条非常大的动线。等同是投资了2个全新的厂房，就是为了整个华为他们现在新做的有关于升腾晶片，那这个生产力，而且各方面虽然没有很精细的消息传出，那么至少在中国大陆的内部当中传出来是，他们无论事实上在整个良率或各方面符合华为的升腾晶片来讲的话，是可以大批的量产，而且渴望可能是未来1-2年内，对于大陆内部的这些大模型的需求可以供应到一定的地步。好，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就不只是华为自己的升腾晶片、寒武纪，他们能做自己的晶片，输你 NVIDIA 的晶片没错，但问题是，晶片可不是买一个算力很好，它就是前面我们讲到 Blackwell。其实你如果用整个 NVIDIA 晶片，你就要在它的这个 Blackwell， 当然2026年有最新的叫 Rubin， 在它的这个系统上，你在写所有的算力，你就要被 NVIDIA 晶片给绑死，未来你所的软体就要在上面写。所以中国大陆其实不只是一个算力的晶片，还有整个它架构的系统要在哪里。那华为升腾是中国大陆自己的，就没有各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不只是华为或中国大陆的这些大模型，我们刚刚讲到富士康这些公司，乃至中国大陆的战略，它不可能再把未来 AI 的长期发展软体写在NVIDIA 的晶片上面嘛，然后受制于你 NVIDIA， 对不对？以后只能买你 NVIDIA 的晶片而已。这其实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更不要说华为现在对于它的升腾晶片，它所采取的光子跟这个 cluster 集成，也就是说大面积的堆积到几万片在一起，总加起来的算力要远比现在英伟达的部分 NVIDIA 的晶片个别厉害，可是呢个别跟个别之间还没有办法用光子的部分通讯，这边还是其实是落后的。也就是说，打群体战，华为的晶片不会输了哦。所以因此现在来讲，即使美国有意开放 H200的晶片，无论是善意也好，无论让 NVIDIA 来讲，其实可以稍微还是渗透一下中国大陆的市场，我觉得中国会买的几率非常低。好，本来美国视为这个晶片是他们的这个王牌哦，不过现在看起来大陆已经掌握了话语权，靠着这个科技晶片上面的自主哦，可以自己来掌握话语权了。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手上的王牌又能不能克住美国呢？也就是稀土，美国有没有办法自己掌握话语权？我们也持续来看到，因为目前呢，中国手上握有的关键稀土是超过全球的1半的这个产量的，储量是4400万吨，那美国只占不到5%，是190万吨。稀土之所以重要，因为呢，它用在战争当中，包括飞弹啊、战机、晶片都需要。纽时现在也指了，不是有这个美伊战争啊、中东战争，现在美国的军火要靠的，补它的军火要靠的就是中国，尤其每射1枚的飞弹，就更依赖大陆的稀土。甚至呢，我们看到这个价格也是差非常的多，成本差距，飞弹材料哦。中美之间差了250倍，也难怪美国这么需要大陆的稀土。一方面是要来看说未来军力的消长状况，一方面也要来看美国的军事优势可以维持多久。厉将军又怎么看？首先我先解释一下，我们刚刚前一节在讨论，这2国元首这次见面之后，那2国元首共同都同意，美中要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我想说这句话其实就代表了为什么中国愿意把稀土跟这个美国的不管是贝克威尔的晶片或者是艾斯摩尔的光刻机来做一个彼此交换。所谓建设性，就是我们相向而行，就像是2个选手在比赛，我们2个到底要比的什么？是拳击赛呢，还是赛跑比赛？赛跑比赛彼此之间是互相竞争的，拳击赛是互相肉搏。那我相信所谓相向而行，就是
建设性的相向而行，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跑道上面，我们比看谁的速度比较快，我们不要互相死绊着绊对方的脚。那第二个就是战略的，什么叫做战略？就是大的方向叫战略。我们讲战略下面指导战术，战术指导战斗啊。所以你要有一个战略，战略就是大的方向。所以我们认为大的方向来讲，美中双方都同意相向而行。那最后当然是这个方向一定是一个稳定的关系，而不是互相争斗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原则之下，那当然双方来讲，你可以说是这个互相的交换，彼此互取所需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知道美国需要稀土这个元素，因为现在不管是我们都知道 AI 晶片啊，或者是电力、电动车、风力发电啊，甚至于科技的元素，甚至最重要的是军事方面来讲，都远远需要稀土这一类的装备。那光铧这样东西哈，光铧这样金属，在中国的大陆的原产地，它的价位大概2块钱美金。但是到了美国现在变500块美金，你就知道稀缺到什么程度。因为如果说没有这种铧，你的飞弹就做不出来。但是这是很明显的，在俄乌战争，美国支援给乌克兰的，或者是在这次伊朗战争支援给以色列，或者是中东海湾这些国家所用的导弹，不管是战斧型这攻击性的，或者是爱国者防御性的这种导弹，消耗量都非常大。那媒体也估计嘛，最少要5到6年才可以补充完库存，所以它急切，它要做这个飞弹出来，要做这个飞弹就一定要有铧这种元素。我想说，中国在这方面，那我可以给你这个铧这种稀土元素，但是相对的，我们同样都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话，那是不是美国我们彼此有个交换？那我国家现在需要的是艾斯摩尔这个设备，那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如果说是你美国不再卡脖子的话，中国可能自己就发展出来了。那甚至于贝克威尔晶片哈，这个甚至于不管是 H200，就是所谓高阶的晶片，会不会中国自己在自己的架构之下，这个它就可以生产发展出来？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可能都有这种认知，与其我让你自己发展出来，不如你将来是你的科技发展在我的架构之下。那中国是不是也是同样这种原理？就是说你可以做出你的飞弹，可是你的飞弹将来一定是在我的稀土控制之下才能够做得出来。我觉得基于这彼此这个互取所需了，我觉得是后续来讲，我们看到我认为川普在回到国内之后，会对这方面做出更大的一个说明。好，那同样的问题，张军勇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个稀土，因为中国大陆在稀土的储量还有生产量，就是提炼出来，然后另外一个销售量都是世界最多，4400万公吨，大概占全世界大概一半。因为全世界现在感觉到又经过调查，因为本来是9000万公吨全世界的储量，要经过调查，可能还有现在感觉到现在已经超过1亿吨了，这储量。因为有的现在科技进步，经过这种太空雷达，这个地方有稀土，可以定位，就地质探勘是这样。那毕竟到目前来看，中国大陆的产量它是世界上第一，因为这个包含的技术跟环境污染的控制，还有放射线，这个都要很谨慎。所以中国大陆它就做3个，第一个以后要买稀土程序，你程序要去填那些单子，这是中文，这程序就会把你做卡关。第二个卡关呢，数量，你要买多少数量，不是你要多少，没有，这是有数量做管制的。那数量管制，美国的军工生产的速度就降速了，因为我们的你军工生产，你有机器、有设备、有人才、有厂房，但是你们原料就是少，这个是战略物资。中国大陆把稀土当作战略物资，稀土总共17项元素不等嘛。刚刚丽将军也讲，那铧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总共有17种。所以中国大陆这边管制之后呢，美国就要降速。我们看美国要做一架 F-35，我们叫雷达、火控系统，还有包括它的发动机，还有伺服器，还有通信设备都要稀土。总共一架 F-35用了多少？408公斤。这一架飞机啊，你用了各种的稀土，用了408公斤。我们看一个神盾军舰，神盾军舰是从7000吨到14000吨不等，看大小。那我们拿1万吨来那个神盾军舰来看，神盾舰它要稀土的各种，因为它包含它的主机，包含它的相位阵列雷达，还有通信设备，还有电站设备，哇，那么多总共需要光做一架神盾军舰要2300公斤稀土，哇，那么多那你的军工生产速度都要靠稀土啊。那中国大陆从这个地方一管制，是不是掐到脖子？那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已经知道，这是个战略物资，干嘛要无限制供应？所以现在面临一个情况，稀土价格飞涨，因为物以稀为贵嘛。你一做管制，那就
物价就整个高起来了。那美国的军工的，你看它的生产的成本是不是就居高不下？也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因为来看到现在为止，全世界你包含巴西也有稀土啊，马来西亚也有稀土啊，越南也有稀土啊。那为什么？因为提炼技术跟装备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不是有稀土就可以做提炼。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方面，它的卡脖子或者做一个总量的管制，也控制了相对间接控制了美国军工生产的速度。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美伊战场上面，难道伊朗真的只听中国的吗？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放行30艘的船，现在说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一句话，所以愿意放行的。另外是海上军火库，另外一个地方成型吗？地点就是发生在阿联，是否成为下一个战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川普14号，我们看到非常的尴尬哦，他才承认说，习近平呢已经承诺了会协助维持荷姆兹海峡的开放，甚至他说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上面的援助。没有想到这个习近平的一句话，这个伊朗是立刻有所行动了，放行了30艘的船。来自于伊朗媒体的说法当中，包括了是有中国大陆的船只。而我们看到伊朗的动作持续的强硬，在阿联外海这边有一艘，这个是毛伯船只遭到不明武装人员强行登船，结果这个船只呢被迫驶向了伊朗的领海。英国的这个海事安全公司特别强调了，这一艘船是一个海上军火库，原因是因为里面疑似载有大量的军火跟这一些非常敏感的物资。我们看到川普的态度，一方面他不断的强调这一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一方面又说已经摧毁了90%伊朗的水雷库存，甚至伊朗完全不理川普，持续的针对在阿联这边的外海进行军事上面的行动。那将军怎么解读？美国中央司令部这个司令在吹牛了哈，而且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他说已经摧毁了8000枚的水雷哈，90%。那如果说8000枚是90%的话，那还有10%，那就是1000枚。1000枚要封锁荷姆兹海峡，我认为绰绰有余哈。所以不要用这种数字在糊弄全世界的航运商，他们不会被你糊弄的。如果说你以这个伊朗现有的水雷，如果说以它现有的数量来讲，它还是足以封锁荷姆兹海峡的。当然，川普现在来讲，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想要打他打不动哈。这个想要谈，伊朗不跟你谈。为什么我讲他要打，他打不动？这个我们古时候兵法有一句话叫"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就是你千里去给前线的官兵送这个粮食啊，那士兵啊脸上会有饥色，会面黄肌瘦，因为吃不饱。这是我们看美军迪里波里号不就是同样这个情形吗？这个粮食，这个家属看到那个照片，觉得说是船上的粮食都非常不足不够。那如果说连粮食都不够的话，那你想想看，这个后续来讲，它的弹药、它的油料啊，或甚至于它这些武器装备的后勤补给，都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负担了哈。所以我认为在这状况之下，川普可能打不动。那现在很遗憾的，伊朗现在好像他知道自己居于有利的战略态势，是有利的地位，他不跟你谈。那现在川普怎么办呢？我觉得他面临尴尬的局面，他只能用嘴巴上面喊他赢了，可是事实上他可能，我觉得这场战争哈，他可能没有能力打下去，因为美军长期作战来都是如此，他去打那种弱小国家哦，这个很快可以结束战争，速战速决他做得到，但是一旦这战争陷于长期化消耗战的话，他立刻就这个兵疲马尽，然后就已经没有能力再打下去。我们远的不讲，近了来看，包括俄乌战争，那原来他很兴致勃勃的支援乌克兰去打这场仗，认为可以将俄罗斯的战力国力给他消耗掉，但是没想到这场仗打了5年，到现在川普任内他喊停了，他不再支援乌克兰。那远一点的来看，可能包括到这个越战啊，包括阿富汗战争，包括这个韩战都是这样。所以美国能够打顺风战，但是他不能够打持久的消耗战。他一旦面临了持久消耗战来讲的话，他是没有耐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认为
这次川普面临很尴尬的局面，他就只能嘴巴喊赢。可是他如何收拾这场战争，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我觉得那才是真正他最大的一个考验。好，现在美国因为要打这场长久战哦，面临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忧虑哦，非常的吃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本来呢阿联被一直视为是中立国的，现在却被爆说他已经不再中立了，被伊朗视为他是介入战争，而且深度参与美以阵营的。所以接下来呢，有可能会对阿联来有所行动吗？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解读。连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新他都说，在这一场战事期间，曾经秘密的他有去访问过这个阿联。那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这位是库珀，向国会提交报告的时候，他说：“美国呢已经摧毁了90%伊朗的水雷，但是没有想到是国会自己的内部都不买单，非常的质疑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张将军怎么看？以色列是不是把阿联又推进了战火？再来就是阿联会不会成为伊朗下一个被报复的目标？”我认为这个阿联酋对以色列这一方面的支持，我认为是有限的支持。因为我们要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做分析。我们知道荷姆兹海峡就那么窄，最窄的地方是33公里。东边是伊朗，西边阿联酋。你看那个尖尖的有没有？那就是阿联酋哈。阿联酋不大大家以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是阿联酋不大，真正大的是沙烏地阿拉伯。对。那阿联酋才8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才1000万跟伊朗比起来小得多，人口也少得多。那你现在？这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荷姆兹海峡这个过路费伊朗拿，阿联酋是西边，荷姆兹海峡东边是伊朗，西边是阿联酋。为什么你伊朗拿钱拿过路费？我阿联酋没有过路费，1块钱都没有，是这个样。然后这个也是他们的矛盾。我们看了种族的矛盾，这个伊朗是波斯人，阿联酋是阿拉伯人，民族种族上不一样。宗教，阿联酋3%是回教，当然。那伊朗都是回教，但是3%的回教当中呢，90%是逊尼派，10%什叶派，伊朗就是什叶派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宗教上、人口上、地理上都有矛盾。以色列看准这一点，想要从中这边做梗，希望你呢站到美国、站到以色列这一边，然后对着伊朗。但是问题是，他不要当其冲，你首当其冲不好，因为你就在他前线。以色列躲得老远1000公里但是阿联酋是隔了荷姆兹海峡33公里。跟那个伊朗寥寥3往，忘记一忘就忘到对岸了，就这样了。所以不要当其冲，所以他会有限度的挺以色列，然后对伊朗，但是伊朗会对他报复。那对人说，那首当其冲，你我干嘛要挨枪挨弹？所以我认为他只是这个表面。那美国或以色列对阿联酋给的压力大，他稍微就支持多一些。没有的时候，尽量不要支持，不要因其风作为。这个对抗伊朗的前锋部队，所以我认为阿联酋只是有限度的，靠以色列而已。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持续关心那荷姆兹海峡的问题呢，就是长期封锁了这么久，现在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一句话，所以30艘船只就可以通行了吗？那上这个又怎么看？这在北京川习会的这个过程里头，30艘船算蛮多的通行。这30艘其实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卡达的天然气，有油有天然气。而当中比较受瞩目是，主要是它过了中国的一艘超级邮轮。那这艘超级邮轮是上面载了200万桶的，叫做远花湖号，它卡在这个波斯湾里面卡了2个月，所以它这个放行算是蛮指标性的。中国这个邮轮因为非常大，所以它既然能够顺利通过，当然中国有好几艘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上过这30艘，应该还是有些特别的政治意义吧。我想，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在川习会的这3天，北京其实在整个荷姆兹海峡算是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其他冲突，大家只是在放话而已，算是还是给中美面子啦，简单这样讲。而且不要忘了在其实川普到达北京之前，伊朗的外长其实还特别率团，在10号、11号的时候到北京。赶着在川普到之前跟中国大陆有面对面的，王毅跟他们有面对面的讨论，所以我想其实这也不意外，这里头也不是什么秘密交易。我们要知道，其实无论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之前，或者在打战之后，
中国大陆意思是伊朗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讲说这个什么军事武器的援助，只要它的民生、经济各方面透过中伊铁路运送来，其实基本上整个民生能够再继续，都是靠中国的力量。说中国是伊朗活下去的这个主心干，其实基本上是不意外的。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在伊朗，其实就是在川习会的前2天的时候，突然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其实有特别提到，就突然说，其实现在眼前对伊朗来讲，结束战争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目标，而且里头也提到说，那么对于这个核浓缩铀的部分问题，希望能够妥善处理。其实你如果就过去来讲的很狰狞的伊朗方面绝不退让，其实你还是听到一些和缓的说法，无论这是不是真心的。所以我想，其实现在我们来看，无论是不是看中国的面子，但至少以伊朗真正的打下到现在，我们认为说，如果美国能够退兵，美国从波湾离开，对伊朗也可以喘口气，因为伊朗自始至终敌人就只有单独以色列，以色列就藏在美国后面。如果在战略上，美国可以退到一个地步，伊朗一方面可以养精蓄锐，在准备各式各样的准备，而他后面的真正的对手，单如果只有以色列来讲，其实是好对付多了。所以现在要如何缩短或转进他伊朗整个面对于美国跟包括以色列整体的战略，我认为这也许不见得不是伊朗下一个阶段要分解他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努力方向。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伊朗的战火我们看到还没有真正的熄灭，但是呢，下一个打击的目标是不是川普锁定的就是古巴呢？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在古巴这边，其实呢，当地人民相当的苦哦，因为在当地局势正在快速的恶化当中，当地的人民遭受了什么样子的浩劫呢？现在没有能源可以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地哦，晚上几乎白天也都是全国大停电的，所以民众非常的气哦，全部走上街头去做抗议了。首都的部分，甚至是哈瓦那这里。许多民众都说，我们这个停电啊，每天可能会长达20到22个小时。什么时候把电力给开起来，成为当地民众现在每天都在问的一个问题。但是古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看到过去3个月，因为呢，美国不断的加强在古巴这边的能源封锁，而且还不断的禁止古巴取得各种的能源，甚至是石油的供应。任何外部的国家要对于古巴有所援助，也都会全部把它给切断。所以我们看到了，目前呢，古巴的柴油跟燃油几乎都已经耗尽完了，整个电网濒临在崩溃的边缘。好，美国动手去制裁古巴，这时候卢比欧就说了，只要呢，古巴你愿意配合领导阶层去换人，那么我们美国还是可以给你帮助的。这个援助金额高达了1亿美元的援助，被说这也太讽刺了。当初就是你美国祭出的制裁，现在又说要做古巴的援助。那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尚志哥怎么看了这个卢比欧的这一席话。也有人说呢，现在美国惯用的剧本就是复制当时针对于不管是委内瑞拉或者是伊朗，现在也要又在古巴的身上吗？先制裁再封锁，引爆了政治经济上面的危机，再推翻内部的动乱，换这一些政权，是这样子做吗？那尚志哥怎么看？古巴现在面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能源，没有能源，没有油，没有一切，所以它也没有电。那能源作为美国最制裁的这个手段，因为非常非常的彻底哈，所以现在这一切就在这核心，没有能源，民生什么都受到了影响。那这也就是现在在国际间都认为说啊，你这个东西会把人家弄死哈，有人道的这个需求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就是因为有人道需求，所以我们看卢比欧突然为什么给你1亿美元？当然他的说法不是美国政府给你古巴政府钱，他是要透过天主教会做人道的部分给予。那会不会做？其实
不知道。但是如果他按照教会来做的话，他就是民间有点收买人心哦。因为如果政府给你可能没有感觉，可是如果教会给大家都会感觉背后是美国，所以你知道背后还是有一点策略在里头。不过你不得不说，在现在整个对古巴的封锁，因为非常严厉，所以无论现在在古巴政府或美国政府都承认，现在古巴跟美国已经有进行对话的渠道了，其实是有在对话了。那只是说对话当中，大家还是很谨慎的、很缓慢的。那所以这里头，而且古巴其实有出现诚意，在4月的时候，他们放了包括好几百人的这个政治犯哈，这个也就是说很多古巴人或者是美国人帮美国工作的过去的政治犯就放了，所以也是对于美国政府算是个诚意。但是最近其实比较重视的，因为是人道这件事情，比如说俄罗斯用人道的部分呢，就送了一个73万桶油轮运进去送给古巴。那现在因为在加拿大跟也有这个北美贸易协定，所以包括加拿大、包括中国在内，其实也都有人道的船只运送医疗物资，跟包括一些刚刚讲包括教会的这些民间的部分的物资。所以这样子的捐输对于古巴虽然没有办法说解决问题，但至少不是说到个绝望的地步。所以现在美国看起来，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外围的给一些人道，对于这个古巴社会产生作用，也许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对我来动摇你古巴的这个政权，也不一定，这说不定就卢比欧在打算的这个目的。好，我们看到美国两面手法，一方面是针对古巴做出各种的制裁，那另外一方面又给人道上面的组织，那会不会真的美国真的下一步川普会对古巴动手？如果真的会的话，会用什么样子的手法？等一下请厉将军来特别帮我们看。那我们也来看到目前呢，这个古巴 CNN 的透露，从今年2月份开始，美国开始针对了当地做一个情搜，所以大家才会说是不是下一个他就要动手针对古巴做军事打击了。我们来看到画面上，包括了这一些武器有 P8 的海神反潜机，还有电子侦察机、高空无人机，3个月内执行至少25次以上，而且都是距离古巴非常近的一个敏感区域。而且呢，这些军机没有关闭讯号，似乎就是要让国际都看到说美国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美国学者也警告了说，川普未必接下来会做所谓的登陆战，但是可能会采取类似对于伊朗的行动，做的就是远端的军事打击，用空袭斩首，瘫痪这些军政设施，创造新的领导阶层。而川普最近真的在拉美的动作非常的多，会不会有引发拉美的一个反对潮？这个也是接下来要持续关心的。到底美国会不会动手？厉将军怎么看？古巴跟委内瑞拉这2个国家可以说是唇齿相依那现在唇亡了，齿当然会寒。这委内瑞拉被这个美国收拾了，我想古巴绝对没有好日子过，因为古巴主要的能源，它就原来都是靠委内瑞拉的，那现在委内瑞拉被美国吞掉了，它没有能源的状况之下那我觉得后续确实是岌岌可危。那第二个，我们想说美国会不会对古巴动手？我觉得必然会动手但是动手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动手的目的是为了川普替他其中选举创造有利的选举形势，所以他必须要有一场胜利，而且是军事上的胜利，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挽回他在伊朗的颓势，挽回他在伊朗这场打不赢的战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他还想继续当他的英雄。所以我认为这次美国对古巴的行动会采取就是以经济制压、以经济施压为一种开始然后以军事打击为手段，最后以推翻古巴的政权为他的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那他可能在军事上可能采取的行动，我认为会是速战速决了。因为如果说是现在他将古巴的老百姓利用能源这种政策，已经将古巴的老百姓压迫到可以说是已经面临到人道危机的情形来讲的话，他可以用军事行动很快可以速战速决，达到他所要求的目的。但是关键在于说是，如果说你将古巴政权推翻之后，你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政权？那这个新的政权会不会按照你美国的模式来生活？因为毕竟古巴它是共产的这种政权模式已经好几十年了，那突然叫他们接受民主政治来讲的话，我觉得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看以前美国来讲，在各个地方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包括利比亚弄完以后，就那边的老百姓生活是更糟糕不但没有民主，反而扶植新的这种政权上来以后，更欺负老百姓。那第二个，我认为美国来讲的话，这次因为你这种行动，
让老百姓非常，现在老百姓痛恨的不是他们古巴政权，而是痛恨的是你美国，是你美国不把油给我们，让我们没有能源，让我们面临人道的危机，所以他恨的是美国。那你想想看，就算是美国将现在的这种领导阶层推翻之后，他们会是什么样对待你美国的？我觉得心中只有更恨你美国，绝对不会说是哎呀，好像看到一个这种我们的救星来了，来解救我们的。所以我觉得美国想要用这种军事手段来折服，让别的国家来服从你，那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用王道的方式，而不是用这种霸道的方式，才能够让一个国家幸福。好，所以美国会不会动手？那又怎么动手？厉将军认为说，美国会为了这个期中选举是有可能会动手的。那采用的就是速战速决。同样的问题，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美国会采取2个，第一个内部推翻嘛，因为他会采取委内瑞拉的模式，对，把马杜罗希望你有没有推翻，就没推翻啊，那我美国出手把他抓了，就是斩首，就把他逮捕了，送到美国去送审，就类似这个状况，因为。委内瑞拉距离美国1800公里，隔了一个加勒比海，美国都会动手。这个古巴跟美国的佛罗里达半岛就隔了一个最近80公里，最宽的地方也只不过240公里，中间的岛屿不要算，80公里那么近呢，就在美国家门口啊，所以他很拍面啊。那这样子的话是对那个，而且古巴又穷，他的国民所得才1年7000块美金，穷。第二个军队也薄弱，5万个军队。那么那个体量也小，这个它的总共的面积是11万平方公里，是比台湾大，那人口才1100万呢，人口也少，所以美国要对这个古巴动手，探囊取物，但是美国不要美国出手嘛，所以美国是2步走，第一步内部推翻，让他的现在的国家主席叫做迪亚斯卡内尔流亡海外，解决了就解决了，迪亚斯卡内尔流亡海外去，就是内部推翻，不行的时候。很简单，美国就扶持把这个迪亚斯卡内尔抓起来，就这样子，这叫做斩首，也不要把你杀死。马杜罗委内瑞拉的总统不是被抓到美国去，就好快哦，1个晚上就结束了啊，结束了。对啊，已经送到那个我们知道呢 ，Puerto Rico 美国的那个基地，然后一架专机就直接飞到纽约去了，离开了。那一个现在的那个代理总统，这个委内瑞拉的听话的很。是不是？所以美国是有2步棋。